我是YouTuber 鲁鲁洛。本次来介绍的就是 2.3 版本的新角色荒龙一斗，首位延系队伍中的5星战场主 C 终于时装登场。与其相似的延系战场主 C 还有满命女仆诺埃尔，究竟实际的差别在哪里？适合的武器和圣物又分别是什么呢？洛洛在实际使用过后会整理出以下的重点，除了天赋技能和命制作的解说与抽取建议之外，也会补充相关的武器、圣物推荐搭配与组队建议，以及相关的使用心得。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荒龙一斗为5星延系大剑角色，定位为炎属性队伍中的战场主 C， 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暴击率。由于炎系为元神元素反应中作为孤儿的一个属性，因此炎系角色在所有元素中的伤害倍率通常也都会比较高。因此若是喜欢蛮横暴力硬打的话，就蛮适合练炎队的一斗。而一斗的输出都是依赖普攻和重击，并且需要长时间的战场来透过普攻和重击叠加被动荒龙逆加杀的层数，因此会是比较喜欢玩战场时间较长而非速切的玩家。攻击手感的体验上相当流畅，且动作豪放帅气，灵命就已经有不俗的输出。洛洛用来打圣剑螺旋12层也是无脑狂变，而且时间很充裕，唯独在2命以下的一斗会稍微欠缺一些元素充能回复速度，因此建议搭配可以提高元素充能效率的角色。用一斗的命座设计其实会看见很明显的3延队或4延队的设计，因此在组队上也尽量是以3延或4延的方向去组。再来就是要提一下，本身炎元素的小通病就是破盾上会比较慢，也不具备巨怪的功能，因此这个缺点可以是在组成3延队后再去组适合的功能性辅助角来弥补，即便只有3延也不会影响完炎队的强度。而一斗这次的卡池也有另外一名新的4星角色五郎，一斗和满命五郎的关系就像是雷电将军和满命9条沙漏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密不可分。虽然一斗和9条有点暧昧，但最后还是绑定希娜小姐啊。而关于五郎的角色分析，洛洛也会在下一支影片中解说的哦。这边也提一下，关于一斗和定位类似的满命女仆诺埃尔差别在哪里？首先，5星和4星角色的天花板上限本来就有所差距。以过往的经验来说，通常类似定位的满命4星角色会等同于灵命的5星角色。女仆开大后的倍率伤害和一斗开大后的倍率伤害其实差不多，但灵命一斗和满命诺埃尔拉开差距的地方，主要是在一斗的爆发伤害和大招伤害。尤其一斗在启动荒龙逆加杀状态时的终结伤害倍率非常高，一技能扭扭阿丑的瞬间爆发倍率也高，而开大后的转化为攻击力的防御力趴数，若以同为天赋等级10级来说，一斗也比起女仆高了约31%。随着天赋等级越高，这个差距也会更加明显。加上一斗的一技能和诺埃尔不同的是，还可以产生元素为例，并做也有弥补元素充能效率的速度优化，会比起满命诺埃尔更减少大招输出的循环压力，能更轻易达到无缝开大又有高爆发的效果。加上一斗等级突破的是暴击率，在搭配暴击头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就可以达到60到70%以上的爆率。圣物搭配上也会比较轻松，再搭配专武所提供的高额爆伤，很容易就能有非常漂亮的面板。而且透过天赋还能够提升自身的攻速和抗打断能力，相较于女仆还要努力堆圣物数值的圣物，又要兼顾双爆和元素充能的情况下，一斗的天花板空间高出诺埃尔非常多。不过身为诺埃尔真爱的也不用灰心，毕竟这次新推出的新圣物套装滑管鸡排套和新的专武赤脚石溃杵也是十分契合女仆的。若是有想要进一步提升女仆的输出上限，也是可以从新的圣物和新武器寻求空间。而若是想要大幅提升延系输出爽度，那5星角色当然还是首选咯。一斗的普攻是4段式的斩击，每次的第2和第4下若命中敌人的话，都会替一斗累积1层的乱神之怪力层数。当触发乱神之怪力开始叠加层数的时候，会看到一斗的身后会出现一个金色的鬼头面具，怪力层数最多可以叠加到5层，每叠加1层可以观察鬼头面具上会出现光点。若满5层的话，就是面具上的双眼、额头中心、鼻梁中心、下巴共5处皆有出现光点。怪力持续时间会维持60秒，若中间有重新触发层数，都会再刷新维持时间。若中间有在释放一技能扭扭阿丑，或是有冲刺的一小段时间内，普攻的连击段数不会受到重置。若学会基本的怪力层数叠加机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一斗的核心输出方式重击连砍。在确保一斗身上有怪力层数的时候，长按重击就会使出不消耗体力的荒龙逆加杀斩击，最多连续挥到5下，每次斩击都会消耗1层怪力层数。当消耗到最后1层的最后1下斩击，就是最后的终结技。从技能倍率也可以看到，终结技的伤害是逆加杀连斩伤害的2倍，加上被动天赋1的效果，在荒龙逆加杀的状态下，除了提升一斗的抗打断能力外，最多还能提升攻速到30%。再加上被动天赋2的效果，
逆加杀等级的伤害还能够基于一斗的防御力再提升35%。因此，若是想要一斗打出漂亮的伤害，就是尽量让一斗的荒龙逆加杀层数尽量叠到至少3层，最多5层就要连续重击斩击，并且使出最后一下的终结技打爆发，就是玩一斗的基本输出方式。一技能一斗会抛掷出一只盐元素造物牛牛阿丑，对场上敌人进行嘲讽，血量为一斗的生命值上限的一定比例。长按可以瞄准要预计让阿丑落地的位置，抛出的瞬间，若命中敌人会替一斗累加1层乱神之怪力层数，也会对附近所有敌人形成盐元素伤害，伤害倍率高，又可以小范围群伤。若试用过后都想说这是炸弹吧？若存在场上并且有受到伤害的话，每隔2秒也会替一斗再叠加1层，持续时长6秒。当耐久度归零或是持续时间结束，就会逃离场上，同时再替一斗叠加1层怪力层数。因此，牛牛阿丑共有3个触发条件可以替一斗叠加怪力层数，伤害又高，是相当实用且核心的天赋技能。释放的时候也尽量靠近敌人所在中心，打出群伤之外，再让阿丑吸引火力被打来叠层。即便存在在场上时间没满，也很容易就在这边可以达到3层的效果了。也由于阿丑算是盐造物，所以若是搭配中离的盐己同时存在在场上的话，也可以产生共鸣效果。Q 大招释放后，一斗会转化武器的外形，变成一把超大只的鬼王金穗棒。怎么突然想到鬼金棒拉面？这时候一斗的武器会类似雷电将军一样变化武器外形，所有的普攻和重击也都会转化为盐元素，并且也是一样无法被任何元素附魔的状态。因此 Q 大招状态下的一斗，即便搭配满命班尼特，也不用担心被转为火属性。此时攻击速度提升10%，和诺埃尔 Q 大招一样转化防御力为攻击力。每次攻击的第1和3下也都可以叠加乱神之怪力层数，基本上搭配普攻的叠加机制的话，也就等于每一下都能够叠加层数了。若是实战中看不太清楚怪力面具的层数大概在第几层的话，也可以再大概补个1-2下普攻，确保满层数就能够接重击连斩5下。因为大招的状态持续时间有11秒，即便一开 Q 后就挥满5下，或是在没有任何叠层的状态下就开 Q， 也都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重新叠层叠到满。基本上就是有 Q 就可以开，然后持续战场叠层打终结技。虽然开 Q 状态下的一斗会有 debuff 降低自身全抗性，但有护盾保护的话，其实跟没有 debuff 一样。比较会担心的可能还是流血侵蚀的效果。被动天赋1可以在荒龙逆加杀状态时提升一斗的抗打断能力，并且每次普攻可以提升10%的攻速，最多提升30%。被动天赋2可以提升一斗在荒龙逆加杀状态下造成的伤害，基于防御力35%得到更多的提升。搭配提升防御力的滑管鸡排圣物套装来说，这被动天赋真的更加暴力。被动天赋3是让一斗在队伍中时砍树的时候都会有25%几率会掉落2倍的木材。天赋升级优先顺序，通常对于主 C 定位的角色来说，3招都是很重要的。一斗的3招天赋也都息息相关，且都是输出来源，会建议3招都先至少点到6，再按照自己喜欢或是常用的天赋去提升。若自己会偏向都点到6之后，按照资源再将1和 Q 点高。假设1和 Q 资源互抢的话，部落是还蛮喜欢牛牛阿丑的瞬间爆发的，临命6等的情况下炸一下就4万多，而且可以对多名敌人。这伤害量是一斗大概要逆加杀斩重击3到4下才能打出的伤害，因此洛洛还蛮喜欢用的。而若是追求大招，也可以先点大招，反正最后3招都要点满就是了。一斗和五郎的相关突破素材可以查看另外 2.3 前瞻直播懒人包的影片，其中比较麻烦的是位置比较分散的鬼兜虫，可以参考洛洛后续的一斗和五郎的突破素材采集路线建议。平民的一斗就具备一定的强度，喜欢岩队很推荐抽，就只是要弥补一些元素充能的角色进来，即便你是平民或是月卡党玩家也可以抽，但前提是你要有练其他的岩系队员，就如同前面提到一斗和五郎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最好凑3岩和4岩的情况下，想清楚你要入坑岩队的培养再抽一斗，了解自己的角色值和未来的培养方向需不需要，而不要盲目的跟风哦。移民主要是可以在开 Q 大招之后的怪力叠层速度更快，开 Q 之后就可以直接获得2层的怪力层数，且过1秒后每 0.5 秒就会自动累积层怪力，持续 1.5 秒，也就是3层。基本上就差不多可以是开大后就不用像灵命一样还要稍微计算目前叠到几层，一有扭扭就丢，一直无脑荒龙逆加杀斩击就好，大幅优化输出手感体验。2命解决了一斗原先灵命的元素充能缺陷，开 Q 之后的一斗会基于队伍中的岩元素成员数量，没有1名岩元素成员就能够减少 1.5 秒的冷却时间和提供6秒的元素能量，最多减少 4.5 秒的冷却时间，并且回复18秒的元素能量。若解锁2命就尽量让队伍中的岩元素成员越多越好，才能够发挥得出这个命座的效益。3命和5命分别提升1和 Q 的天赋等级上限，变相提升输出爆发上限，都影响到一斗的强度。4命的效果则偏向提供给队伍成员辅助功用，
在 Q 大招状态结束后，会提升附近队伍中的所有角色防御力和攻击力 20%， 持续10秒，多人联机时也有用处。6命的效果就是课长专用，爽度爆表的重击暴击伤害提升 70%， 比满命9条给的 60% 还要多，并且在逆袈裟斩时还有 50% 的几率不消耗怪力的层数，等于有机会多打重击连斩。搭配一斗本身相当容易达到的高爆率面板，几乎刀刀触发爆率，等于刀刀都享有爆伤加成，再搭配高爆伤的专武，就是爽爽爽！前面就说过，一斗0命就很强，1命优化叠层效率，2命加快充能回复，提升队伍整体输出循环。若想玩岩队，抽个一斗可以让你看见岩队输出新世界。若想优化输出体验，可以考虑再抽到1或2命。接下来推荐的命座就是直升满命，而洛洛这边试用过，即便0命会有一些充能效率的短空窗，但若你是本身就有练钟离和阿贝多的话，其实距离无缝开大也不会等太久。而若是钟离跟阿贝多只有其中一只或是都没有，就可以考虑抽到2命。而这次的加倍武器赤脚石溃杵虽然外观和一斗十分契合，但也不是非绑定不可，因此可以先从命座考虑实用性和是不是考虑外观毕业这点去评估要不要抽。5星武器首推这次武器加倍值的赤脚石溃杵，90等超高的爆伤加成 88.2%， 搭配一斗突破自家的暴击率，轻松就可以达到漂亮面板。同时被动也是完全为岩系主 C 设计的防御力趴数加成，并且在基于防御力去提升重击和普攻的伤害，也可以让满命诺尔和满命星焰拿，但就是成本挺高。但精炼1的赤脚石溃杵其实和满精炼的赤骨剑或是白影剑差不了太多，若是平民的话，也可以用后面推荐的4星武器，其他5星武器都不太考虑，像是蜈蚣大剑会有溢出让伤害变得更低，蓝墨也没有后面的4星武器适合。另外也不要再问说这把大剑适不适合优拉了，优拉完全不需要这把剑的被动啊。4星武器洛洛只会推满精炼的白影剑和赤骨剑，若是萌新刚入坑还没有很多原配也没关系，总之就是往这2把的方向去冲。白影剑只要有原配就可以在铁匠铺免费打造，便宜又好用。虽然外观跟一斗没有那么的搭配，但是开 Q 之后就像关了灯一样，什么样子都看不见了，伤害量也不错。而赤骨剑在投满精炼且叠满层数的情况下，会比白影剑的伤害要高，且这些武器克了又有，不过就是要暖机叠层数，层数叠满5层要战场20秒，而且中间不能受伤，否则层数会扣，又最好搭配护盾脚。洛洛自己在实战的时候，虽然会让一斗战场，但也不会战到那么久。等到战到叠满层数的时候，早就要切人了，所以自己觉得没有很实用。伤害量有数据比较，也只和白影剑大约差500而已。以稳定且不用暖机的情况下来说，还是满精炼白影剑更好。加上一斗本身突破就加暴击率，赤骨剑也提供暴击率，拿去换成白影剑的防御力趴数加成会更好。圣物推荐首选这次新出的滑管圣物4件套，提供30%的防御力加成和最多24%的防御力和岩元素伤害，就是专为一斗这种以防御力作为主伤害的岩元素角色设计的。其次可以选择的是 2.3 版本前诺拉人首推的圣物套装逆飞流星4件套，提供35%的护盾强效和提升40%的普攻和重击伤害。逆飞和滑管套若差不多面板的情况下，大约差距10%，因此在圣物4件套比较难凑的情况下，可以先战穿先前有刷好的逆飞4件套，而若是之前都没刷，就直冲滑管鸡排4件套吧。圣物属性会推荐双爆为主的理智罐，防御力趴数的10之沙，岩元素伤害加成的空之杯。副属性选择的部分，爆伤大于暴击率，大于防御力趴数，大于元素充能效率。毕业面板参考，防御力至少2000以上，暴击率至少60到70%，爆伤160以上。爆率条件达成后，爆伤越高越好。从一斗2命的机制就可以看到，米哈游就是要让你组以4岩为主的纯岩队，并且今天组完4岩队去打副本，才发现竟然有纯色队通关副本的成就呢。最佳配置的建议是荒龙一斗加阿贝多加钟离加满命五郎的男上加男队，而若是有缺其中的角色，也是可以有什么岩系角色就放，差别在元素充能效率影响整队的输出循环顺不顺畅。这一队主要就是钟离提供护盾和举元素减抗，阿贝多一技能的花位置放得好的话，就可以提供元素能量回复，满命五郎可以作为提供回血的奶妈定位，以及再提升40%的岩元素爆伤。五郎若没有满命的话，也可以考虑后面的3岩队。没有满命的五郎主要是提升15%的岩伤，就像没有满命的9条一样，不如考虑把五郎的位置换成班尼特或其他作用的角色更好。3岩队的组成也是差不多，先把最佳配置的荒龙一斗加阿贝多加钟离，看你有几只放几只。阿贝多和钟离若有缺少其中一只的话，也可以放凝光打个伤害。喜欢岩主也可以，反正有什么就放什么，就是看自己的充能循环快不快而已。剩下一名角色可以是用来破盾、增伤、回血的功能辅助型角色，像是万用的增伤奶爸班尼特，满命也 OK， 或者2命可以增加攻速和拉血的秦团长，又或是可以放入炮影不会被戳破的莫娜，系带视作精魄也可以兼当奶妈。
真的很缺元素充能效率的话，也可以放雷电将军或是雷主。洛洛，如果我没有阿贝多也没有钟离怎么办？如果真的没有这2只角色又想玩一斗，那就把重点放在解决元素充能效率的组队方向上。荒龙一斗加五郎或任意延续角加雷电将军或雷主加班尼特，但这一队可能就比较偏向2命以下想玩一斗的最低配置。若是要抽高命座又想要享有最好的队伍循环，就告诉自己在后面的副科若有出那些推荐的角色的话，务必抽来练吧。洛洛在实际使用过荒龙一斗后，可以体验到它具备5星角一定的强度，而且0命就能用，输出伤害也很不错。命座大概抽到2命也就差不多毕业了。抽完2命后，可以再考虑是不是要抽赤脚大剑、外观毕业，或是往上补命座，提升其他的输出上限。另外也要提醒考虑抽一斗的肉肉们，一斗虽然伤害高，但毕竟是炎元素角色，而炎元素的配对就如同前面所推荐，若你没有最佳配对，甚至是几乎都没有练的话，需要好好考虑清楚。因为炎元素本身就是比较孤立的属性，但也因为孤立，所以爆发伤害可以比其他元素高。不过这个爆发伤害也是一个稳定的平均值，比较不像其他元素伤害队伍可以打几十万的核爆，可以在生机螺旋凹一些浮动的秒数空间，而且也没有办法吃到风元素的扩散。加上蛮建议你最好有阿贝多和钟离，没有抽一斗和五郎还可以玩其他元素伤害的队伍，像是搭配胡桃加行秋或萧加砂糖的风和火元素队伍都十分实用。不练岩堆不会有什么差距，只是你多了一个培养队伍的选择空间。且岩元素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打什么元素的怪都可以，虽然破盾都不快，但也不怕被克制，非常稳扎稳打的队伍。最后一个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缺点的缺点，就是大部分都是男性角色，推荐的队伍几乎都是大男队，老婆党可能会有其他考量。最后稍微小提一个洛洛觉得很惊艳的地方，就是一斗的音配竟然有 B-box 耶！Happy birthday to you！ 不得不说，这次的声优都很不错，每个语系的声优都有些微不同的感觉哦。以上就是关于荒龙一斗这位角色的全分析，提供给想要抽一斗的肉肉们一些方向。五郎的角色分析和突破素材路线后续接着更新，若是有想要了解的主题或是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罗邦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洛洛的 buff 就越强哦。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养元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 YouTuber 露露洛，我们下次见喽。